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分享时刻。今天我将带领大家走进一本改变无数人思维方式的经典之作《有限与无限的游戏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詹姆斯·卡斯 （James P. Cars），一位杰出的宗教研究学者和哲学家。《有限与无限的游戏》自1986年首次出版以来，并以其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视角吸引了全球读者的目光。它不仅是一本关于游戏理论的书籍，更是一本关于人生哲学的深刻探讨。卡斯在书中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，帮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人生选择、社会互动以及文化构建。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超越传统思维框架的视角。通过理解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的概念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、社会结构以及个人成长的本质。它鼓励我们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，追求更深层次的自由和意义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在你的人生中，有多少事情是你真正出于热爱而做的？又有多少事情是你为了赢得某种游戏而做的？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却直指我们内心深处的动机和价值观。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：史蒂夫·乔布斯，这位苹果公司的传奇人物，他的一生可以被视为一场无限游戏的典范。乔布斯不仅仅是在经营一家公司，他是在创造一种文化，一种不断创新、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。他曾说过，你的工作将填满你生活的大部分时间，唯一能让你真正感到满足的方式就是做你相信是伟大的工作。这句话完美地诠释了无限游戏的理念。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的概念。卡斯在书中将人类活动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：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。有限游戏是指那些有明确规则、开始和结束的游戏，其目的是赢得胜利，例如体育比赛、选举、商业竞争等。而无限游戏则是没有终点的游戏，其目的是让游戏继续下去，例如艺术、科学、文化等。有限游戏基于一种零和博弈的思维，参与者关注的是如何战胜对手，获得胜利。这种思维模式在短期内可能会带来成功，但长期来看，它会限制我们的视野和创造力。而无限游戏则基于一种合作与共生的思维，参与者关注的是如何共同创造更大的价值。这种思维模式能够激发我们的潜能，促进个人和社会的持续发展。识别有限游戏。首先，我们需要识别生活中哪些活动是有限游戏，例如工作中的竞争、社交媒体上的点赞数等。转向无限游戏。然后，我们尝试将这些有限游戏转化为无限游戏，例如将工作视为一种自我实现的过程，而不是单纯的升职加薪。好处，这种转变能够让我们在面对挑战时更加从容，减少焦虑和压力，同时也能让我们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乐趣和满足感。卡斯在书中写道：有限游戏以取胜为目的，而无限游戏以延续游戏为目的。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两种游戏的核心区别。无限游戏的思维方式。无限游戏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开放、包容、不断学习和成长的思维方式。它鼓励我们超越自我，拥抱变化，追求更深层次的自由和意义。这种思维方式基于一种成长型思维模式 （growth mindset）， 即相信我们能力可以通过努力和学习不断提升。与之相对的是固定型思维模式 （fixed mindset）， 即认为我们的能力是固定的，无法改变。研究表明，成长型思维模式能够带来更高的成就感和幸福感。培养好奇心，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，不断探索新事物，例如学习一门新语言、尝试一种新的运动等。拥抱失败，将失败视为学习的机会，而不是对自我的否定。例如，在工作中遇到挫折时，反思并总结经验教训。好处，这种思维方式能够让我们在面对挑战时更加积极主动，增强我们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。卡斯指出，无限游戏的参与者不关心输赢，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让游戏继续下去。这句话提醒我们，在生活中，我们不应过分关注结果，而应关注过程和体验。社会与文化中的无限游戏。卡斯不仅探讨了个体层面的无限游戏，还深入分析了社会和文化层面的无限游戏。他指出，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同样遵循着无限游戏的逻辑。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，其动力来自于人类对自由、平等和正义的追求。这种追求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文化观念的更新。参与社会变革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，推动社会进步，例如参与环保活动、支持弱势群体等。促进文化交流，尊重和欣赏不同文化，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，例如学习其他国家的语言和文化，参与国际交流项目等。好处，这种参与和促进能够让我们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实现自我价值，同时也能为社会的和谐与发展贡献力量。卡斯写道：
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是一场无限游戏，其目的是让游戏继续下去，而不是赢得胜利。这句话提醒我们，社会和文化的进步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。4. 无限游戏与个人成长。无限游戏的概念与个人成长密切相关。通过将人生视为一场无限游戏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个人成长的本质和意义。个人成长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其核心在于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。无限游戏的思维方式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，因为它鼓励我们不断挑战自我，突破自我。以设定长远目标，设定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长远目标，例如职业发展目标、个人兴趣目标等。2. 持续学习与反思，保持学习的态度，定期进行自我反思，例如每周进行一次自我总结，每月阅读一本好书等。3. 好处，这种持续的努力和反思能够让我们在个人成长的道路上不断进步，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。卡斯强调，无限游戏的参与者关注的是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，而不是如何比别人更好。这句话提醒我们，个人成长的关键在于自我超越，而不是与他人比较。通过以上对有限与无限的游戏的解读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哲学书籍，更是一本关于人生指南的宝典。它教会我们如何以更开放、更包容、更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，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无限的可能。我强烈建议大家阅读这本书，并尝试将书中的理念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。无论是在工作、学习还是生活中，我们都可以通过理解和实践无限游戏的思维方式，获得更大的成就感和幸福感。最后，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：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，其次是现在。无论你现在的处境如何，无论你面临怎样的挑战，从现在开始，尝试以无限游戏的思维方式去面对生活。相信我，你将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，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你们在阅读有限与无限的游戏时，能够获得启发和力量。让我们一起开启这场无限的游戏，创造属于自己的无限可能。